我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面前这两个胡说八道的女人暴揍一顿。只因上一世他们在地铁上诬陷我偷拍，导致我被网暴、被开除、父母弃嗣、未婚妻退婚，还拒还彩礼。绝望之下，我从天台跳了下去。在睁眼，我竟然重生了。这次我决定以暴制暴。你个死变态，下头男，偷拍我们是吧？大家快来看啊，就是这个男的，太恶心了。前世我就是被这两个满嘴喷粪的女人毁了，死过一次我才明白，跟垃圾讲道理是天底下最蠢的事。看什么看？信不信本小姐一句话，让你在僵尸混不下去？想到前世种种悲惨遭遇，滔天恨意涌上心头，我抬手狠狠扇了没良心一巴掌。你敢打我？你个臭屌丝还敢动手？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欣欣！没良心和沈金兵尖叫着朝我扑过来，我直接抓着他们一顿暴揍。很快，他们就被我打趴在地。车厢里的围观群众被我这通操作惊掉下来。上一世我百口莫辩，社会性死亡，这次我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说话，只是互殴，大不了赔钱拘留，钱能解决的，那还叫事儿吗？你怎么能打女人？你还是不是男的？他们诬陷我，你看见了？我没看见他们诬陷你，但我看见你打人了。呵，所以你没看见的就等于没发生，你看见的就是全部真相，是吗？不管怎么说，打女人就是不对啊。对啊，你要是心里没鬼，干嘛动手啊？这不是心虚吗？哪个女孩子会拿自己的名声开这种玩笑？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地铁安保制服的男人挤了进来。怎么回事？谁动的手？美女，没事吧？禽兽！上一世就是这个舔狗，不问青红皂白抢走我手机，还一口咬定监控坏了，让我死都翻不了案。保安大哥，就是他，他偷拍我们，被我们发现了还打人。把手机交出来，跟我去保安室。凭什么？就凭我看见你打人了，你这种人必须严惩。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掏出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110。警察同志，我在地铁上被人诬陷偷拍，对方还想抢我手机，现在我要求警方处理。地点是地铁1号线人民广场方向，车厢号000。你装什么蒜？到站了你必须跟我走。第一，你不是警察，没资格命令我。第二，别跟我扯什么监控坏了的屁话，这车厢里摄像头不止一个，拿手机拍着的人也不止一个。前世就是角落里那个年轻人拍的视频，在我死后才还了我一个屁用没有的清白。这辈子我要让真相在审判开始前就坐上唯一的证人席。我们一群人被带到警局，没良心和沈金兵去包扎伤口，叫来一个叫李强的律师跟我对质。姓名：谢志，职业：华上集团项目经理。华上集团那可是大公司啊，说说吧，怎么回事？非得在地铁上动手？他们诬陷我偷拍，我气不过就动手了，但是他们先动嘴，侮辱我在先，我才还手的，这叫正当防卫。你一拳把人鼻梁打歪，一脚踹的人半天起不来，你跟我说这叫正当防卫？谢经理，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懂法？你一点伤没受，算什么正当防卫？我只是在说事实，法律可没规定，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指着鼻子骂，我还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的脸面，我的名声就不是伤害了。谢志，我劝你态度好点，现在是你把我的当事人打成重伤，我们要告你故意伤害。等沈京兵和没良心的伤情鉴定报告一出来，你就得进去蹲几年，你这大好前程可就全没了。上辈子就在这，也是这几句话，我拼了命的解释，却还是白费功夫。只因李强是律师界出了名的混混，专门帮没良心他们搞仙人跳，而且没良心在江市有个开大公司的叔叔，几人早就狼狈为奸。警察同志，我也要报案，我要告他们诽谤，还有诬告陷害。他们在公共场合捏造事实，恶意传播，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让我精神上受到了巨大伤害。你这什么态度？还想反咬一口？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维护我自己的权利。事实就是你把人打伤了。警察同志，那个地铁安保禽兽跟他们是一伙的，而且我要是没记错，我待的那节车厢前后各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站的位置，不可能有死角。监控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但是监控早就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就在这时，一个年轻警察敲门进来。周队，谢志的未婚妻李芷若带着朋友来了，说想单独跟谢志谈谈。让他们进来。上辈子李芷若是我深陷黑暗想抓住的最后一点光，我以为他会相信我，可当网上的唾沫星子快把我淹死的时候，他却带着彩礼跑了。至于那个朋友，不用想也知道，肯定就是一直觊觎李芷若的楚生。周队带人离开，此时房间内只剩我和李强。李芷若和楚生走了进来。果然是楚生，这个因为家里拆迁暴富的富二代，从大学起他就总是缠着李芷若。行啊，真好，省得我再一个个去找了。上辈子的仇人这么快就凑齐了。谢志，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你怎么能动手打人？还是两个女生，你知不知道事情闹多大了？李芷若没问我怎么回事，也没问我有没有受伤，一开口就是给我定罪。前世我爱她到骨子里，现在只觉得可笑。谢志，你太冲动了，网上都炸了，说你是偷拍的暴力变态，你让芷若脸往哪儿搁？这个畜生还有脸说，上辈子我就是被他们这副嘴脸骗了，
直到我被开除，被赶出家门，背上一屁股债，才在新闻上看到他俩风光订婚。原来他俩才是一对，我就是个被啃的骨头都不剩的傻子。闹得很大吗？何止很大，你自己看，热搜都爆了，你现在是名人了。手机屏幕上是我的高清大头照，旁边那2个女的脸上打了码，评论区已经炸了，我的信息被扒了出来。这种国男就该化学阉割，看着人母狗样的，没想到这么恶心。让他涉四，艾特华上集团出来管管你们的垃圾员工。心疼小姐姐，这都打成什么样了，必须让她坐牢。谢芷，你看到了吗？因为你找在来的路上，不知道接了多少骚扰电话。他哭着说，所以呢？道歉，马上跟他们道歉，赔钱，只要他们肯删掉微博，发个谅解声明，这件事就还有挽回的余地。没错，谢芷，听兄弟一句劝，给他们道个歉。不管怎么说，你打人就是不对，我打听过了，那个没良心家里有钱，你惹不起，给人家公开道歉，然后赔点钱，这事就算了。是吗？你说我该赔多少呢？50万，你要是没钱，我可以先借你，利息就按市面上的算，不坑你。50万，还是这个数？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逼我，让我砸锅卖铁去凑钱，现在他倒装起好人来了。呵，市面上的利息怕不是高利贷吧？谢芷，你听见没有？楚生都愿意帮你，你还愣着干嘛？快点答应啊！非等公司把你开除了你才满意吗？在李芷若的世界里，我的清白和尊严还不如一份工作重要。他根本不在乎我的名声，只怕我会影响到他。谢芷，这是和解协议，赔50万，录到欠视频。你要是同意，签了字，这事就结了。快签啊！谢芷，你还愣着干嘛？李芷若，你信我吗？你信我没有偷拍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你有没有偷拍重要吗？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你动手打人了。谢芷，你能不能成熟点，别再纠结这些没用的事。原来我的清白，我的冤枉，在他眼里就是没用的事。这一刻，上辈子想不通的结全解开了，我和李芷若彻底结束了。谢芷，芷若也是为你好，现在这社会是什么不重要，别人戏最重要。听我的，先签了50万，我先转你，打个欠条就行，录个道歉视频，说几句软话。男人嘛，能屈能伸，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谢芷，别墨迹，人家愿意和解，是你运气好。真要走法律程序，你只会更麻烦。我看着眼前这些人，听到门外沈金兵和没良心的说话声，曾还以为骨头多硬呢，在里面磨叽半天，最后还不是要乖乖认怂。50万啊，欣欣，这次咱们发了，晚上去哪庆祝？去全城最贵的日料，必须让那个穷鬼跪在地上把钱付了，还得让他舔干净咱们的鞋底。快点签，别浪费大家时间。你们说的对，真相是什么不重要，别人相信什么才重要。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别人相信的是另一个故事呢？想用钱踩我尊严的楚生，催我认罪的未婚妻，颠倒黑白的律师李强，还有门外那2个提前庆祝的女人，他们联手给我织了张网。上辈子我就是在这里签了字，然后一步步掉进深渊。这一次不会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协议我不签，50万1分不给，道歉视频你们做梦吧。谢芷，你疯了？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谢芷，我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念同学情分，让你在里头好好吃点苦头了。想拘留我，恐怕你们没这个机会了。话音刚落，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周队一脸怒色带人进来。周队，您怎么来了？我不来，怎么知道你们还敢在警局威胁人？你们把警察、把法律当什么了？把那个叫正义不会缺席的网友5分钟前上传到市局公共邮箱的视频给我调出来，公放。很快，一段视频被投到了大屏幕上。画面开始是地铁车厢拥挤的人群，没良心和沈金兵交换了一个阴险的眼神，紧接着没良心身体一歪，精准的撞在我身上。你干什么？你拿手机拍我，穷屌丝，臭外地的，没见过女人吗？就是他，变态。画面里，我被愤怒的乘客包围，保安禽兽粗暴地将我按在墙上，而没良心和沈金兵则躲在人群后，脸上是得逞的笑。镜头还清楚拍到了他们手机上的聊天记录。搞定，等下看我眼色行事，一口咬死。这次必须让他身败名裂。视频播放完，门外的沈金兵和没良心也看到了，他们尖叫着冲进来，张牙舞爪地扑向电脑，想把这证据彻底毁掉，却被警察迅速抓住。这不是真的，是 P 的，是伪造的。完了，全完了。你们2个涉嫌诽谤、诬告陷害、敲诈勒索，证据确凿，罪加1等，带走，立刻分开关押审讯。放开我！你们知道我叔叔是谁吗？我叔叔是强光集团的董事长，你们动我一下试试。别说是董事长，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我们警方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践踏法律尊严的败类。沈金兵和没良心被带走，李强瘫软在地，哭着求饶。周队，我错了，我真错了，我是一时糊涂，被他们给蒙蔽了。蒙蔽？我看你是利欲熏心。身为律师，在处理案件时预设立场，威胁恐吓别人，甚至企图制造伪证，你对得起你的律师身份吗？李强，你被捕了。
周队，现在我可以走了吗？谢先生，后续我们会依法追查，关于对你的名誉损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公司提出索赔，警方会全力配合，提供所有证据支持。谢谢。处理完这一切，周队带着人离开了。楚生挤出笑脸，朝我走过来。那个谢志，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我真没想到他们是这种人，我也是被他们骗了。是吗？你不是说真相是什么不重要，让我低个头，这事就过去了吗？畜生，收起你那套自以为是的虚伪，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比谁都清楚。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阿志，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相信你，我不该听楚生的，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你害怕的是我坐牢会连累你的名声，还是害怕得罪了楚生，断了你那条一步登天的路？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在我最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带着另一个男人逼我承认我没犯过的罪。李芷若，这就是你说的感情？如果没有这段视频，你是不是就准备看着我被冤枉、被拘留，然后心安理得的和楚生开始新生活？我没有，我不是。李芷若，你摸着你自己的心，告诉我，你真的爱过我吗？或许曾经有过吧。在我年薪30万，能给他买名牌包包，能带他去高级餐厅的时候，可当我失去价值时，那点浅薄的爱立刻就消失了。谢志，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怎么能怀疑我？别说了，李芷若，从你带着楚生出现在这里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结束了。不，我不同意分手。谢志，你不能这么对我，是我陪你从一无所有走到现在的，你不能有了点转机就想把我甩开。一无所有？你指的是我刚毕业，月薪5000的时候吗？那时候是谁嫌弃我租的房子小？是谁抱怨我没时间陪他逛街？是谁拿着我省吃俭用给他买的礼物，转头就跟朋友说是我撕皮赖脸送的？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把你当成宝，捧在手心，可你呢？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一个可以随时炫耀，也可以随时丢弃的工具吗？够了，谢志，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芷若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你现在不过是仗着自己占了典礼，就想把所有错都推到芷若身上。我们的事轮不到你插嘴。我就要插嘴。谢志，你别以为事情反转了你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这件事还没完，你打人的视频还在网上挂着。你猜梅良心和沈金兵的公司会不会拿这个做文章？那又如何？我说了，那是正当防卫。我相信看了完整视频的网友会有自己的判断。网友是最没有判断力的一群人，他们只会被舆论引导。谢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芷若道歉。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压下去，否则你就等着第2轮网暴吧。楚生说完，就拉着哭哭啼啼的李芷若离开了。我走出警局，先给父母回了个电话报平安，随后登上社交平台。果然，就像楚生说的那样，舆论两极分化。我去，惊天反转，原来是仙女跳啊！这俩女的也太恶心了吧！建议直接判刑。支持小刚，打得好，对付这种人就不能手软。虽然被诬陷值得同情，但谢之涉嫌故意伤害，我们应该谴责诬告者，但也应该抵制任何形式的暴力。没有人觉得他下手太狠了吗？对方毕竟是女的，至于下那么重的手吗？细思极恐。梅良心和沈金兵背后的那家 MCN 机构开始发力了，他们想把水搅浑，把焦点从诬告转移到暴力上。这时，公司人事部的王经理打来电话。谢志，关于你在网上的事情，公司高层非常重视，经过讨论，决定对你做出停职处理，请你明天到公司来办一下手续。和前世一样，他们甚至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在他们眼里，一个惹上麻烦的员工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累赘。不过，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暴风雨才刚刚开始。我挂断电话，来到律师事务所找林晴。林晴，一个在法律界以疯狗著称的女人，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帮我咬死这群恶狼的人。你是谢志，地铁事件的当事人。是我。我的咨询费1小时5000，你确定要找我？我确定，这里面有20万，算是前期的律师费。如果不够，我再去想办法。这是我工作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上一世这笔钱，我原本是打算用来和李芷若支付婚房首付的，最后被他以彩礼的名义直接扣下，把我拉黑。钱不是问题，我只接有挑战性的案子，说说你的诉求。第一，我要告梅良心、沈金兵和他们背后的机构，他们诬告陷害、敲诈勒索，我要他们身败名裂，牢底坐穿。第二，我要告地铁公司管理失职、保安禽兽滥用职权，我要他们公开道歉赔偿。有意思，还有呢？第三，我要告那些在网上带节奏、对我人身攻击的营销号和大 V。第四，我要起诉我的公司华上集团，无故将我停职，我要他们恢复我的职位，并赔偿我的损失。你这是想把所有得罪过你的人一网打尽？他们既然选择与我为敌，就要做好承受代价的准备。没良心，他们背后的机构是有名的黑公关公司，地铁公司不是小企业，想让他们低头，那些营销号背后都有资本撑腰。至于华上集团能在本市做到行业龙头，没点手腕，你信吗？
所以我才来找你。你凭什么认为我能帮你？凭你是林晴，全城最好的律师，也是最贵的。你出道5年，大小官司上百场，无一败绩。你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些信息是我上一世在绝望中疯狂搜索如何维权时了解到的，只可惜那时的我连林晴的咨询费都付不起。看来你对我做过功课，不过光是了解我还不够，我需要知道你手里有什么牌。我手里的牌就是真相，这里面有地铁上未经剪辑的完整视频，还有梅良心和沈京兵过去用类似手段碰瓷敲诈另外3名男性的信息。你是怎么拿到这些东西的？这些都是我凭着上一世的记忆整理出来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手里的武器。何止是武器，这简直就是核弹。谢志，你比我想象的要有趣的多，这个案子我接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从现在开始，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我的指挥，在媒体面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要先跟我沟通，我不希望我的当事人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愣头青。没问题。很好，小张进来一下，通知公关部和法务部开会，我们有大生意了。我的反击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开始，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在整个城市掀起。林晴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第2天，4封律师函被同时送到了梅良心所在的机构地铁公司、华上集团以及营销号手中。紧接着，林晴以我的名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谢志先生不仅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更是一个吹哨人。他勇敢站出来，是为了揭露犯罪产业链。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并已向警方提交，相信法律会给所有受害者一个公道。谢志先生，请问您是怎么拿到那些证据的？关于证据来源，我只能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当一个人决定捍卫自己尊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谢志先生，华上集团已经将您停职，您对此有何回应？关于华上集团的停职决定，我深感遗憾。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要创造价值，更要有保护员工的担当。我会在律师的协助下，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我作为劳动者的权益。谢志先生，请问这次索赔的金额是多少？我召开发布会，不是为了索赔，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我只想告诉所有遭遇不公对待的人，不要害怕，不要妥协，因为你的每一次退让都是在为黑暗增添力量，你必须用尽力气去反击。发布会结束后，全网都在支持我，营销号纷纷道歉，梅良心所在的机构股价暴跌，地铁公司连夜发表道歉声明，开除禽兽，华上集团也陷入舆论危机。这时，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谢志，是我，楚生啊，那个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我也是被梅良心他们给蒙蔽了。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有事说事。是这样，梅良心他们公司的老板跟我家有点生意往来，他托我跟你求个情，问问这件事能不能撕了，价格好商量，他们愿意在1个亿的范围内给你补偿。1个亿，真是好大的手笔，看来林晴的那颗核弹是真的把他们炸怕了，你觉得呢？谢志，这是1个亿啊，有了这笔钱，你什么都不用干，下半辈子都够了，什么工作，什么名声，在钱面前都不值一提，到时候你和芷若……打住！第一，我和李芷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第二，你可以转告他们，我的答案和在警局时一样，我不和解，我要的是他们所有人都滚进监狱里去。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再多钱也买不来的，比如清白，比如尊严。紧接着，李芷若的电话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谢志，你为什么不肯和解？1个亿啊，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那是我们奋斗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这笔钱就算我拿了，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怎么会没关系？我们还没分手，只要你拿到钱，我们就可以马上结婚，买最好的房子，开最好的车。谢志，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吗？你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我确实说过，但你似乎也忘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李芷若，是你亲手放弃了我们的一切。我也是为了你好，我怕你坐牢啊。楚生跟我说了，只要你肯和解，他家就能动用关系，让梅良心他们那边撤诉，还能帮你把打人的案底消掉，这对你才是最有利的。原来他们还在用这种谎言来欺骗他，或者说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地选择相信这种谎言，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利益永远大于对错。李芷若，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人插手，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谢志，你混蛋，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以为你现在赢了吗？我告诉你，没有楚生，你什么都不是，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我唯一后悔的就是上一世为什么没有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几天后，法院开庭，庭审非常顺利，梅良心、沈京兵和机构老板都被判刑，地铁公司、华上集团和所有涉案营销号公开向我道歉赔偿。我和林晴走出法院，李芷若追了出来，拦在我面前。谢志，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我没有回答他，
径直走了过去。不远处，楚生正靠在他的跑车上，不耐烦地按着喇叭。那才是属于李芷若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再也不会有他。谢志，等一下，这是什么？花上集团的道歉信以及一份聘书，他们不仅恢复了你的职位，还想聘请你担任新成立的公关部门总监，年薪是之前的3倍。这对一个打工人来说是难以拒绝的诱惑。他们显然是想用这种方式留下我。毕竟，一个能凭一己之力掀起舆论风暴，还能全身而退的人，其公关能力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你怎么看？林律师，麻烦你帮我回复他们。道歉我接受，聘书我心领了，但我不会回去。为什么？这可是个不错的机会，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狠狠地打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的脸，不爽吗？爽，但还不够。在华上集团看来，员工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这样的地方，就算给我再高的职位，再多的钱，我也待得不安心。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为别人打工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有志气。那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准备用那笔赔偿金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关公司，专门为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陷入舆论危机却求助无门的普通人提供法律和公关援助。这个想法不错，不过创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个人恐怕忙不过来。所以，我想邀请林大律师成为我的合伙人。毕竟法律上的事情我一窍不通，需要你来坐镇。让我给你打工，谢志，你的胆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不是打工，是合作。我相信以你的专业能力加上我的实战经验，我们联手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至于股份，你6我4，我5分。成交，合作愉快，林总。合作愉快，谢总。1个月后，智勤公关公司成立，我和林晴带着团队为受害者搜集证据，澄清真相，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智勤的名声也越来越响。这天晚上加完班，我和林晴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累吗？累，但很值得。是啊，以前打官司只是为了赢，为了钱，现在好像多了点别的东西。多了什么？大概是成就感吧。我看着他的笑容，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亮了起来。上一世的地铁将我带向了死亡，而这一世的地铁却阴差阳错的让我的人生驶向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光明的方向。